2024年会发生什么呢？易经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，其阐释的卦象令无数人折服。然而，古人邵雍在悟出易学后所撰写《黄极经世书》，就对2024年甲辰年的雷火风卦做出了解释。那么这一年究竟会发生什么呢？与现在的文化体系相比，《易经》更像是一本哲学之书，它将世界的真理凝聚于卦象之中，供悟道之人从中提升心境，如此也就有了后来的易学。而所谓的卦象，则是由阴爻和阳爻组成，对应了易学阴阳相合的理念，并且由此衍生出了八卦。八卦之间相互影响，相互叠加，衍生出了64卦，即64种变化。古人通过对人所处卦象的占卜，就可以了解自身的变化，以及通过这种变化找到应对的补救措施。所以古人对卦象的好坏极为看重，无论是遇见什么事情，古人总是会通过卦象来探知一二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一个新的流派易学诞生了。而到了北宋时期，邵雍的出现更是将易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那么邵雍到底是什么人？他又做过什么呢？邵雍解读易经后撰写的《黄极经世书》里面究竟讲了什么呢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北宋的理学家邵雍就是其中的代表。早些年他在外游学，希望通过游历大山大水以增长自己对道的认知。后来他结识了易学家李之才后，就拜在了他的门下，开始了对易学的研究。通过熟读河图和洛书，以及学习八卦及64卦的概念，他逐渐掌握了易经所阐释的道。经过多年后的学习，邵雍已经对易经有了一套自己的完整认知，甚至有传言说他掌握了天地间的规律。他将自己研究的成果撰写成书，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《黄极经世书》。这本书通过推算天地之间的规律来预测未来，其内容层层递进，逻辑严密，就连朱熹都对他赞不绝口，并将其与《周易》相提并论。但同时，这本书也因为晦涩难懂的文字，导致很多人读不懂。毕竟古代读书识字是很难的，而在这个基础上，他还要求读者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，并且还要习得天文历法，这就让很多读者望而却步。可到了今天，我们再来看，会发现书中有一幅64卦方圆图的图谱，而图中的每一卦象都代表着一年的走势，称为值年卦。那么2024年的走势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2024年雷火风卦，其究竟是凶卦还是吉卦？2024年在易经中是甲辰年，对应值年卦的卦象为雷火风卦。64卦中的第55卦，其中的雷火对应的是自然界中的2种元素，而风则是亨通的意思。从卦象中来看，震雷在上代表威严，离火在下代表智慧。雷火2种元素的结合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威严，其能够驱散世间的一切邪恶，保证万物生长，风调雨顺。所以雷火风卦的意义不言而喻，正是通过内心的明达与智慧，不仅能消除万难，还能走向丰收与繁荣。这也就说明2024年将是一个大吉之年。可如果一味地依赖卦象和玄学，那就属于本末倒置了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古人的书籍的确存在可取之处，但其中一些虚无缥缈的推测，我们还需要以自己的认知去辨别。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才能在今后走向繁荣。